为什么工程师非常的讨厌被打扰呢？因为其实工程师在做工作的时候，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在重现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专注的。工程师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就像是一个潜水的自由潜水员一样。当我们好不容易憋了一口气，往深海底下开始畅游的时候呢，游得很深，游得很深，我们可能花了1分钟，哇，游到很深的地方的时候，这时候突然有人把你叫起来。用一个广播，起来起来，有急事要找你。结果你赶快的浮上水面，你耗尽了很多氧气。他发现你只是不小心把东西，手机留在岸边，这么无聊的事情，你不会先帮我捡回去吗？小事而已，特地来打扰你。所以呢，工程师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其实跟潜水的人很像哦，他很专注，很专注。他开始想说，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要怎么重现？于是呢，他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需要很专注的，所以当有人打断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非常不爽。所以呢，我就做了一件衣服，告诉我的同事，告诉我身边的朋友，我正在找 bug。我举个例子，像我呢，现在正在写code，我正在想说，我现在在做这个什么，这个家族的系统。我想说，如果每一个家族的人至少要5等以上，5等以上才能干嘛呢？5等以上才能建立家族，成为组长。有个用户反映就是他奖励广告打不开，你原因找到了吗？奖励广告部分，上次好像是因为 Google 那边的问题，所以导致我这边没办法直接显示。那不然我再把那个 error 再做个处理好了，这样应该 OK 啦。应该 OK。好。所以继续回到我刚刚讲到什么，基本不记得了。刚刚家族部分讲到哪里？这就跟开发完全一样嘛。我做着，再解一个很重要的 bug， 突然就有人说，那个会计账有问题，我真的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样子的人再来一次，你必须拿你的衣服给他看，告诉他，请你不要再吵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，这个家族的系统呢，在5等以上才可以建立，那你就要去思考说，这个系统，每一等的家族可以容纳多少个人？比方说1等好了，可能是容纳30个人，那2等是容纳35个人，那其实这就是属于你系统里面的一个结构，一个规则，那你就要去想你的资料库要去怎么设计啊。不好意思，请说。后台的那个查看会员好像坏掉，你先继续。你没有看我这件衣服在写什么吗？找 bug， 我在找 bug， 懂吗？下次不要再烦了，好不好？先让我把问题想完嘛，对不对？这种情况就是不管在公司、在情人之间、在朋友之间，非常的容易发生。你必须拿这件衣服告诉他，你正在忙。不要再吵了。如果他是外国人，下面有英文，你可以跟他讲 I'm looking for bug。不要吵，知道吗？有问题呢，你其实就可以用留言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不需要一直频繁去打扰别人。好，那一样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，如果一个家族1等可能是30个人，2等可能是35个人，会有这些资料结构。你看我好像刚讲过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每次想到一样问题被打断之后，你就要重新的去给他思考，然后再继续的去想。所以我刚刚讲到什么？我刚才讲到2等嘛，那接下来你就要去想说，有人会加入家族，就有人会退出家族。那最后一个退出家族的人，家族要不要解散呢？这个在系统上面你就必须去思考这些任何的 edge case， 然后去避免它会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产生。所以当我们开始认真写code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是你已经把规格都定好了，然后呢开始去设计你的function，去设计你的 method。来达到这个用户能够解决用户的问题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件衣服的话，有人说他 Android 没办法登录，Android 我们现在还有 Android 测试机吗？我上次测没问题啊。所以我刚刚讲哪里？不要再打断我了嘛！看衣服嘛，你就看个衣服会怎么样？对，让他看衣服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支持我呢，支持在地上滚的工程师，记得。I'm looking for bug， 不要再吵我了。告诉你的同事，买这件 T 恤，请他闭嘴，好不好？开发正在忙，不要来烦，懂不懂？以下呢，我会放上我的虾皮网址。我们呢做一个很有趣的，我之前呢有去过那个世界各地一些 conference， 有去过新加坡的啊，然后美国的，所以我拿了很多 sticker， 就是那个贴纸，我很喜欢拿一些 GitHub 什么贴纸。这样子，我们做预购，预购价格呢就是490。那如果你是在第一批预购的呢，我就会送你我世界各地随机拿到的贴纸，会有一些什么 GitHub 的贴纸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什么 Shopify 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很多国家拿到的一些很有趣的贴纸，就会和你分享。对，会随货寄出。
所以你就可以在下面透过预购咯。那预购需要一点时间，那就记得下单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